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车床车刀认识篇。那今天所介绍的呢是车床加工里面我们所会用到的刀具。好，那今天会介绍几种我们常见的几种刀具来做一些各类加工。那这里关于车床到底是什么样的加工的一个方式以及加工机呢？如果你不了解以及不认识的，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里有车床的入门认识篇。这样各位会对于车床加工会更了解一点。那如果说你还是不认识或你没有看过这类的教学的话，那这边呢，我先给大家看一段动画来复习一下咯。那这样子呢，我们看过动画之后，我们大概知道车床的加工呢是以刀具不旋转，然后我们弓箭呢做高速旋转，然后以我们的车刀呢来做弓箭移动，达到我们加工的一个目的。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认识车刀以及它的种类，以及它怎么样加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车刀。那这边呢，我们从画面上示意，我们从外径车刀来做学习。那车刀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刀柄以及刀刃的地方。那一般我们车刀有切削能力的，就是刀刃的地方。那刀刃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倾斜角的要求。所以我们一般的传统车刀呢，我们刚买来之后呢，它这边都是平的，我们要自行的用手工去把它的这些角度给磨出来。这里呢，我先介绍几种。我们刀柄呢，前端一定会有一个半径，一个刀鼻半径。然后前端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刀端角因为我们要切削的时候呢，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切削的动作以及前尖细角。那还有边尖细角那我们注意看，我们车刀的面呢它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负斜面。它不是单斜面，它是一个负斜面，所以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从刀的最端点的这个地方呢，都是往内去做倾斜，像这里都是往内倾斜，这样给各位看。这样子我们在车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在车的时候呢，切削的能力呢会比较好，再来呢，我们铁屑呢排屑能力也会比较好。像部分有一些加工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车刀的地方磨一个沟，就是排屑槽，这样子切削的时候会更顺利。但是往往这个地方呢，磨那个沟的时候呢，虽然它排屑比较好，但有时候呢，这个刀刃的地方会容易崩牙。所以我们了解到，当我们在车的时候呢，进刀量它是有一定的限制，不能说你一次在进很深的一个进刀量，这样子第一个你切削能力不好，再来有可能你的刀刃会崩坏。那一旦我们车刀的刀刃裂开或崩坏了，那等于说车刀是没有车削能力的。那这一点让大家理解一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刀刃崩坏，我们还可以拿去再研磨一下，把这个角度再修一下。那有时候如果刀刃整个崩坏脱落了，那这个车刀基本上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这边先给大家认识一下咯。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外径加工。那关于外径加工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要先把弓箭固定，再来呢，我们要把刀具固定。那所以这一块，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里会有车床的夹头认识篇，以及说我们吊爪之后我们要该怎么去处理也有相关的章节，我们可以去做学习。再来是复式刀座的认识篇。那复式刀座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来固定刀具以及它的一些功能。那这里有兴趣的可以到底下的说明都有详细的解说。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一般呢会固定的弓箭，它都是
圆柱状呢是最多的哦。那所以我们是以圆棒材呢来做一个解说。然后固定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果要车外径，一定要使用外径车刀。那外径车刀呢，它的形状就会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要固定的是这个垂直方向，哦，所以我们把复式刀座这里的螺丝拿起来之后，固定刀具。固定完，我们记得它的刀前端的位置呢，一定要跟我们弓箭的中心呢是水平的，这样子我们车起来呢才比较不会有问题。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直接来做车修的动作。那一般呢我们在车的时候呢这个夹头是会做旋转的，那这边就试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当我们车刀往前做进刀的动作的时候，相对应的我们车刀呢就会把前端弓箭的地方这边给它车除掉。像画面上示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像这样子，我们进得越深，我们就车得越多像这样子。当然呢，如果我们有时候外径呢要把它车得更小，我们通常会分多刀去做车修，通常不太会一次就把它车完因为有时候这样子呢，我们的刀刃的地方会容易崩牙。那这边示意给大家知道一下。那这边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前面所说的刀鼻半径？那这边刀鼻半径呢，一般车刀不管你磨的再怎么尖，它一定会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半径存在。所以这边我们在车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时候呢你的车刀你可能可以透过复式刀座，我们复式刀座可以转角度可以排除这个问题，让这个前端的一个半径非常非常非常的小。或者是说有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克服你的加工或是你的组装的时候呢是非常精密的，所以这个小小的半径呢可能会影响你组装。有时候你组装装配之后呢，这个地方会做干涉，那有时候会做一些讨角，或者是说我们直接呢在这边车一个阶级进去那这边让大家认识一下，因为这部分呢是比较更深入一点各位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一旦我们车这种阶级的时候不管你的车刀磨得再怎么细，或多或少这边都有一个小小的半径存在那这边先让大家认识一下咯。我们刚前面呢所介绍的前尖细角边尖细角这里主要的用意在这边，我们在车弓箭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尖细角，这样子我们在车修会更顺利，以及排屑会更顺利咯。那这边先让大家认识一下它的外径车刀以及外径的加工等等的一些相对应的关系，以及它的作动方式咯。再来呢，要介绍的是内径加工。那关于内径加工呢，我们的弓箭呢，我们来注意看，我们的弓箭如果要做内径加工，一定呢里面已经有一个中空的圆孔如果我们没有先钻这个中空圆孔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内径的加工了。那再来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圆孔的大小一定是比我们的内径车刀还要大。如果你的孔太小，你的车刀进不去，一样是没有办法做内径加工的。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般内径加工的车刀前端一定会比外径加工还要小，甚至有一些是长柄型细长的，以便于说我们更容易的可以去加工我们弓箭的内孔。那再来是我们车刀固定的方向。我们刚车外径的时候呢，是跟弓箭呈现垂直的方向。那我们如果要车内径的时候呢，我们的方向就要跟弓箭是平行的像画面上这样子。那我们直接来看一段示意动画，各位会更清楚。像这样子，画面上呢，我们直接把车刀往前做晋级的动作。那相对的，越往前之后呢，前面就会被加工内孔。那这边呢，我来用一个半透明，各位会更清楚。好像这样子，我们刚还没有进来之后呢，我们的圆孔是比较小的。那一旦我们做了车修之后呢，圆孔就会慢慢的被我们越车越大。这就是所谓的内径加工。那内径加工有时候呢，它可能不是一个贯穿的，可能像这样子，车一个阶级进去。那这边呢，最常使用的是轴承。有时候我们在做轴承装配的时候，会做这种加工的方式，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弓箭比较短，你只是要单纯做内径的孔做大，那这也是一个方式的。那像这样子呢，我们来做车修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一样跟刚外进的车刀一样的原理。我们的中心呢一定要跟弓箭是平行的，这样子在车比较不会有问题。再来呢，进刀量一样不能太多。你不可能说我这个洞很小，我一刀就要把它车到最大。那这样子一般呢，第一个没办法车，再来你的车刀可能直接崩坏。所以我们一般由小要变大，慢慢车，可能会分了3刀4刀，一次车一点点一点点。那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弓箭越车越大，然后最终呢车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尺寸。那这边呢让大家去参考跟认识一下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车钩槽。那这边呢介绍的是外进的车钩，那当然也会有内进车钩，那原理是一样的，就会类似内进的车刀加这个切断刀。那所以我们在车钩槽的时候会使用切断刀。那这边直接呢让各位看一个动画，这样子各位会更直接。像这样子，我直接呢把切断刀往前的做一个晋级的动作，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弓箭测出这个钩出来，这样子呢我们的钩就完成了。那这个一般呢会用在哪里的？一般像是新手呢，我们如果要用 C 型扣的时候呢，就用到这类的要车钩的形式。那这边呢，一般我们都是先把尺寸做定位之后，然后看我们要车的尺寸要车多少进去。你要车深一点或浅一点，甚至说有时候呢，我们是直接要把这个弓箭切下来。我们这一端呢，可能只是夹持用的，最终我们的弓箭呢是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像这样子做一个弓箭切断。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这边全部都被车掉之后呢，那这个弓箭就会掉下来，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拿起来拿来做其他的用途。那像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车这种像类似切断的时候呢，如果呢你的弓箭呢它是可以挖洞的，那会建议各位尽可能把它挖一个洞，这样子我们在切断的时候会更顺利一点。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实心的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可以用这个切断刀直接把它车到中心，它一样会掉下来，只是说我们在做切断的动作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一点因为一般我们越往这个中心弓箭中心的时候阻力越大有时候你如果这边呢前端速度你这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到最后你可能前端这边刀刃的地方会崩坏，所以会比较建议各位，我们呢一般速度，然后越往中心的时候，你速度要放越慢，越慢越慢，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个地方给车断。那如果说你是在车钩槽呢，我们就可以以一般速度当然呢还是会建议各位，我们入刀点的地方呢，当然还是尽可能的慢一点这样子呢我们刀刃呢比较不会做崩坏。如果你一开始太快直接撞上去那这边刀刃可能会直接崩坏，那这个切断刀可能就没办法用了那这边呢先让大家去认识跟了解一下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螺纹的加工。那螺纹加工在车床加工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加工之一。那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刀具呢，它是属于有点类似倒角刀的方式，我们前端是有角度的，那我们这边呢以60度的一个螺纹来做一个示范所以我们看到前端呢跟外进车刀一样的意思，有一些前进技巧变线技巧等等的那差别在于它车刀最前端这边呈现一个三角形60度一个方式，那一样刀鼻半径一样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车外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一般呢我们在做车外进内进等等的，我们都可以用这边的手轮去做调整跟移动来晋级但是我们如果在车螺纹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用手是难以做一个精准的控制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调整自动晋级的方式。我们从还没有进刀的时候到退刀之前呢，这里呢我们要一个固定速度给它过去那所以呢弓箭旋转跟这个晋级的速度呢是有关联性，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车出一个正确的螺纹。那这边螺纹车修呢直接给大家看动画会更清楚当我的刀具呢越靠近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把这个螺纹给车出来那当然呢我们在车的时候呢，这个速度是固定的。那这边因为要给各位了解一下在中段的地方停顿一下，让各位看一下像这样子
一旦过来之后呢，我就会慢慢的把这个地方车出来，然后到退刀的地方呢，就完全的把螺纹车出来。好，那这边一样意思，我们呢在车螺纹呢也会分好几段，慢慢的一刀一刀的往内把它车出来。那这边呢，我们一般呢会做车螺纹的，通常比较多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螺纹呢，它的尺寸比较大一点，它可能是怀50啊，或是40、50那种70、100等等的这种比较大型的螺纹，我们可以用这种车的方式呢，比较容易做加工。那像一般如果这种外径呢，我们可以使用玩具这种工具，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外螺纹的加工。那这边如果有兴趣的，你可以到影片底下说明那边都有一些详细的一个章节可以做参考。或者你会好奇说，我们常看到的螺丝是不是也可以用车床来做一个车的加工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螺丝这种有时候比较小，而且螺丝呢，它的产能非常大，我们如果用车床加工是非常不符合成本的，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的螺丝五金呢，通常是不会用这种车的加工的，一般都会用搓牙机自动搓牙所以它1分钟可以产出非常大量的一个螺丝。然后这边如果有兴趣的呢，我们可以上网找资料，或是未来呢有机会呢来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螺丝呢，它是怎么做出这个螺纹的部分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呢是使用车床的方式车一个外螺纹出来，那内螺纹一样的道理。那这边呢让大家认识一下。那最主要呢，我们在车外螺纹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退刀的地方通常会车一个阶级进去，这是为了让我们退刀的时候呢不会做撞刀的动作。因为螺纹可能到这里，如果这个阶级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车到底的时候，我们要退刀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一般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让它车小一点，我们用刚刚的切断刀把这个地方阶级车小一点，然后再这样进退刀的时候呢会更顺利一点。那这边让大家理解一下咯。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车床车刀的认识篇。那我们刚刚有介绍了外径的车刀、内径的车刀、切断刀，以及我们在车螺纹会用的类似倒角刀或是我们螺纹刀。那这边呢，让大家理解一下，我们这几种呢，我们示意的都是我们要使用手工的方式呢，磨出车刀的前尖细角边尖细角等等的。那这些斜面都是一个副斜面，以便于说我们在车的时候呢，阻力可以比较小，或者是排泄顺利等等的，切削能力比较好。那这里呢，我们现在演变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是替换式的一个车刀，就是我们是买一个组合式的前端刀刃的地方，我们可以做替换，我们不需要再手工去磨它，它都是已经标准的，所以我们买来之后做替换的刀刃。那这个刀柄的地方呢，我们只要把螺丝松开，然后把刀刃放进来这是相当方便，也是现在非常多的车床加工我们会看到都是用这种替换式的刀刃。当然其他的也是大同小异，像是内径或是切断或是这种倒角的，也有相同的形式。那这边让大家认识一下。那最主要我们在车床的时候，其实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安全。像我们在入门篇有提到说，我们在用车床加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戴手套，也不要是穿长袖的，或是你有带领带，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车床呢，车床的夹头它会做高速的旋转，那一旦我们有东西卷进去的时候，往往都会发生非常危险甚至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在使用车床的时候，千万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安全第一。我们如果不小心车刀弄坏了，弓箭弄坏了，或是把车床弄坏都不打紧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安全第一，我们的安全守则一定要去做一个注意。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